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鍾。今日係天220水晶嘅黃太陽，係我嘅星系印記，亦係我嘅天 day，非常之感恩。我會借助自身嘅力量，好好咁分享自己成為療癒師嘅經過同埋體驗，當中亦會分享我找回自己嘅同伴嘅經過。希望藉此帶動你嘅靈魂，也開始探索真正光嘅道路。咁喺未進入身心靈道路之前啦，我係一個極度保護自己嘅人，我唔會分享我嘅任何事啦，更加唔會分享我真正嘅想法。我亦都唔鍾意笑㗎，我唔係咁鍾意同其他人溝通，但每日呢都好似好攰咁樣啦。亦都感覺有好多嘅責任。當時我唔知道乜嘢係能量，亦都冇任何嘅宗教。咁我記得喺細個嘅時候呢，我成日都喺夢裏邊聽到奇怪嘅聲音㗎喎，同埋都會重複咁樣發一個夢，同一個夢。但係身邊嘅人都話畀我聽，夢境唔係真實㗎。我就發現啦，其實我好容易呢就可以知道同埋明白別人嘅想法㗎。咁而家先至恍然大悟，原來呢就跟我出生喺紅月波符係有關係㗎。咁好感恩啦，而家就係紅月波符嘅分享啦。咁原來我嘅靈魂呢就一直咁尋找內在嘅靈魂，我嘅雙生火焰同埋內在之火。2018年嘅時候呢，我嘅身體呢就開始唔舒服啦。我嘅右邊嘅肋骨嘅附近呢，就成日都隱隱作痛。咁當時我就發現啦，當我將自己隻手放喺我痛嘅位嘅時候呢，過一陣就唔痛噶啦。但後來啦，我發現個痛嘅次數就會越嚟越密。咁我就先至去睇醫生啦，同埋做咗好多唔同嘅身體檢查，但係揾唔到任何嘅原因。於是我就開始產生咗一啲念頭，乜嘢係生命嘅盡頭呢？死亡又係啲乜嘢呢？當時嘅我好平淡，就去做自己喜歡嘅事。我好感謝自己，我感謝自己一直都非常之正面。咁大約喺2019年1月初嘅時候啦，咁我細佬嘅狗仔啦，爹爹就走咗啦，離開咗世界。咁當時嘅我好唔開心，甚至我覺得係一個遺憾，因為我覺得我唔可以幫助爹爹做啲乜嘢。咁嗰陣就係我自己所覺察遇見嘅死亡。咁當日我就喺網上嗰度尋找一啲信息啦，究竟狗仔死咗之後可以做啲咩嘅呢？當時我揾到一啲方法㗎，例如動物傳心，或者念往生咒祝福亡靈早登極樂世界。嗰陣時，我嘅人生係第一次念誦經文，咁我就念咗往生咒49日，因為我可以為爹爹做嘅只有咁多嘅啫。咁我好感恩，非常之感恩宇宙嘅引領。我第一次接觸身心靈嘅世界，我開始去學習動物傳心。我仲記得我第一次連結嘅時候，我見到整個畫面都係紅色、鮮紅色。之後我就會睇到一啲影。當時我喺學習動物傳心嘅時候呢，就認識咗一個澳門嘅朋友。因為呢一個朋友，我就開始學習冥想啦。亦係佢話畀我聽乜嘢係能量。我真係好感謝呢個朋友。而家回想起嚟，我都要好感謝爹爹，因為係佢引領我去敞開我自己，去尋找宇宙嘅奧秘，非常之感恩。同時，我亦都感謝每一個遇見嘅靈魂，你哋都係嚟教導我，非常之多謝你哋。在我嘅分享頻道之中，我曾經講過，我知道乜嘢係能量，
我就已經識得使用能量，甚至我開始幫助自己進行療癒。我好感恩澳門嘅朋友亦都俾我幫佢做療癒。之後我就發現我嘅肋骨已經唔痛啦，後來先知道嗰個痛係一個細胞記憶嘅印記。宇宙係一直咁巧妙咁引導我走上療癒嘅道路，非常之感恩。我嘅靈性道路就係咁樣開始㗎。記得我第一次做冥想嘅時候呢，好神奇㗎。我見到好多嘅光包住我，紫藍色嘅光、金黃色嘅光，一直咁包圍住我，就好似一啲好厚嘅雲層一樣，一直咁包圍住我，一直咁湧向我。再之後出現咗一個紫藍色嘅火焰，我仲聽到佢燃燒嘅聲音。當時嘅我係唔知道係啲乜嘢，甚至我成日都聽到宇宙嘅聲音。後來遇到阿方斯話俾我聽，呢個就係內在之火，好神奇，好感恩。自第一次冥想之後起，喺我嘅意識裏邊，我一直都見到一條好似魚又好似唔係魚嘅生物喺度游嚟游去，因為佢一直都喺度出現，咁我就開始咁專注咁去睇佢，留意佢。我見到佢嘅尾巴係由一個一個嘅勾，我一直都覺得好奇怪㗎。當時喺我身邊呢，就冇乜身心靈嘅朋友㗎，即使我參加咗一啲身心靈嘅課程啦，啲老師同同學們都睇唔到我所睇到㗎，甚至被教導這些都是妄念。我曾經以為呢一切都係我嘅妄念。當然而家嘅我已經知道到底睇到啲咩啦。原來我一直睇到游嚟游去嗰個生物就係天狼星 B52，呢個係我其中一個神秘嘅鎖匙。因為我允許自己去探索內我更多，我願意接受宇宙安排嘅一切發生，我臣服於每個當下。而家我揾返自己更多嘅天賦同埋力量，每個當下都係以我最佳嘅力量去完成㗎。我非常之感謝我自己。你睇到人類嘅框架真係有太多規範嗎？你願意打破呢啲框架嗎？你相信有無限嘅可能嗎？當你開始允許自己去探索，去知道內我更多，你就會開始感覺到宇宙源源不斷嘅力量。我嘅天賦係能量敏銳，同埋可以直接連結高次元。我亦都比較容易睇到氣場同埋能量流。我經常都可以睇到唔同嘅波動嘅光影。我有時候會見到一片綠色嘅光掃過我嘅身體，好神奇㗎。現在我已經習慣咗看見這些啦。有時候嗰啲光會變成生命之花。當你開始接受一切嘅神奇，你自然會看到更多。有一次，我看到日落嘅能量場好夢幻，有一個又一個好大好大嘅重疊嘅透明嘅折射嘅大泡泡，內部位置呢就係深藍色嘅，核心嘅位置好似紫色又好似深綠色。當時嘅我睇到嘅時候，我覺得好震撼，好感動。我唔知道點樣描述佢真正嘅美，因為我只係見過一次。呢個對我嚟講係非常之珍貴嘅體驗。咁嗰啲透明嘅大泡泡呢，有少少似係啲小朋友玩吹泡泡嗰啲，
透明嘅感覺，但係就更加大、更加實在嘅好夢幻嘅感覺。咁我好感恩啦，宇宙總會喺適當嘅時間裏邊俾你證明佢嘅浩瀚偉大，非常之感恩。我曾經見過天花板呢係變成液態嘅能量流，好神奇。每一次嘅神奇都係教導我哋，宇宙係充滿無限嘅可能性。你希望自己能夠做呢啲見證嗎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睇到你心中所想嘅神奇，只要你全然咁允許並臣服，你一定會有好多非常之珍貴嘅體驗。我幫助過好多動物做療癒，我好感恩我有呢個天賦。對我嚟講，與動物溝通就係一個療癒，因為溝通就係直接嘅連結，而直接咁讀取所收到嘅信息，包括情緒同埋身體嘅反應，再之後調整能量。雖然我有喺坊間學習過能量療癒，但後來我喺古埃及智慧之神阿方斯嘅教導之下，我更加明白生命嘅實相。我非常之感謝阿方斯一直咁教導我，使我成長。佢會安排唔同嘅人出現喺我唔同嘅學習階段裏邊，每一次完成嘅我都非常之感恩。我係唔鍾意框架同埋重複，每一個個案都係獨一無二㗎。因為我同 Wendy 呢都係直接咁讀信息同埋直接咁調頻㗎。有時候喺一啲考驗之中，會學到一啲新嘅方法，你會好驚訝㗎。啊，原來咁樣就可以㗎咯喎！即係每一個都好似好神奇。咁每一次嘅發生呢，都係寶貴同埋有意義㗎。咁我同 Wendy 都係一直跟住阿 Fons 學習，冇再跟任何老師學習㗎喇。咁當然都會有一啲神明都會教我哋啲唔同嘅嘢啦，包括魔法，包括虔誠，或者係一啲生命實相有關嘅法則。我衷心希望大家可以日日咁做能量清理，因為地球嘅頻率一直咁變動，外邊嘅集體潛意識嘅能量亦有好多雜亂，唯獨日日咁清理先至可以保持能量嘅穩定性，同埋達至最高嘅意識。好多看似基本嘅練習，其實亦有非常深層嘅意義喺其中，但係人類好奇怪㗎，人類總以為自己懂了就學會了，這個是不正確㗎。好多嘅個案都話畀我聽，佢哋係能量敏感，但我大部分都會同佢哋講，佢哋唔係，因為能量嘅層次並唔係身體嘅震動、冷、熱、麻、酸嘅感覺咁少啊！呢啲只係最基本嘅基本。當你日子有功咁喺度練習緊嘅時候，你就會明白我點解會咁樣講㗎喇。喺我最先知道能量嘅時候，我已經有咗呢啲基本嘅感官。但當我一直咁做敬拜太陽同埋附加體位嘅時候，你就會感覺到能量可以有更多嘅變化，更加細緻同埋準確嘅信息。當你真正咁提升啦，你就可以帶動別人嘅能量，亦會知道當下嗰個人嘅阻塞位喺邊一度。我曾經教導過一啲人去做敬拜太陽，佢哋可以更加感受到連結古埃及能量嘅力量。當你真係做到能量穩定啦，
你自然就會有一層深藍色嘅保護圈。呢啲都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事情，只要你專注，持之以恆就一定做到㗎喇。只要你哋有呢一個意願就可以㗎喇。但係我喺呢度都係建議大家做敬拜太陽嘅時候，一定要做埋附加體位，因為呢兩者呢係缺一不可。如果你淨係做咗部分嘅話，咁其實嗰個帶動嘅能量嗰個感覺呢係唔夠全面㗎。所以我覺得可以嘅話就做埋成套嘅敬拜太陽啦，因為咁樣先至係最有效咁帶動到能量同埋更高嘅意識咁連結。我祝福大家喺我嘅靈性學習過程之中，我非常之感謝唔同嘅神奇嘅教導，非常之感恩。我亦將我所學習到嘅做成咗唔同嘅分享，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嘅人，推動你哋嘅靈魂前行。回頭看見自己嘅成長，每一個當下都以自身最高嘅力量做每一份嘅功課，都有你們給我做見證，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。而家就好似喺度睇自己嘅成績表一樣，去見證自己嘅努力同埋成長。好多人都留言畀我，希望我可以做國語版。咁呢個我非常之抱歉，我暫時係做唔到國語版嘅，因為我喺做國語版嘅過程之中，我覺得嗰個能量係有少少唔同咗，咁我就調節緊啦。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做到咯。咁我都知其中一個原因係點解㗎，因為靈魂呢係真係唔受語言嘅限制㗎，好似你哋聽到光語咁樣咯，亦會帶動你哋進入更深層次嘅意識㗎。所以其實其他語言都係一模一樣㗎。我記得有一個上海嘅朋友話畀我聽，佢雖然聽唔明我嘅冥想，但佢神奇咁感受到能量嘅流動，舒緩咗身體嘅不適。佢非常之感謝我嘅同時，我亦都非常之感謝佢。呢個就係冇任何框架。我歡迎鍾意 JR Healing 嘅頻率嘅人，亦接受唔鍾意我哋嘅人，因為你哋亦係對當下嘅頻率作出真實嘅回應。我衷心感謝每一個給予我哋回應嘅人，你哋寶貴嘅意見我全部都會接受，非常之感恩。喺你哋嘅寶貴意見裏邊，曾經有人問我可唔可以教佢古埃及嘅魔法，當時嘅我就已經知道，要先提升自己嘅智慧同埋力量，先至可以學習到更高意識嘅東西。所有學習嘅都係深層嘅體驗，亦係靈魂嘅延伸。我唔知道佢會唔會聽到呢一個分享。當有一日你明白啦，你必定可以學習到。我祝福每一個靈魂都可以提升自己到最高嘅意識，一起回到大一裏。最後喺呢一度分享一個關於我喺亞特蘭提斯嘅故事，因為呢個體驗更加讓我知道乜嘢係臣服。當時我同 Wendy 已經喺跟阿 Alphonse 學習㗎喇，我哋亦有保護水晶矩陣，嗰度有好多唔同嘅人做唔同嘅工作。當時有幾個人想偷取矩陣中嘅水晶，畀我同 Wendy 發現咗。之後其中有一個人喺我右邊嘅肋骨嗰度插咗一刀，當時佢仲詛咒我，破壞佢哋嘅計劃。對我嚟講，我已經寬恕同埋原諒佢哋，但後來我發現佢哋
一直咁跟住我，同埋非常之唔鍾意我。最初我唔明白點解佢哋要咁執着於我，後來我就發現咗自己都有唔啱㗎，因為我係一個唔鍾意解釋嘅人，有一啲事我可以做得好好，一學就會識做，但同時我亦有好多嘢我係做得唔好㗎。原來佢一直誤解我，認定咗係我搶走佢嘅嘢。喺唔同嘅次元之中，我多數是後來者，但係我從來都唔知道佢嘅想法。喺現實之中，我揾到佢啦，亦話畀佢聽我哋曾經嘅誤解。喺呢件事上邊，我開始學習改變。以前嘅我呢，係唔會怎樣做解釋㗎，可是原來被誤解可能會有好多你意料不到嘅事情發生㗎。我知道呢一啲都冇對錯，畢竟每個人嘅課題都係唔同㗎，每個人都會有佢嘅習性。曾經我以為大家已經解除咗誤會㗎啦，後來我真係明白啦。我一直咁渴望佢能夠解除誤會，其實都係我嘅執念。點解我一定要解除呢？一切發生都有因果，做回自己就可以啦。至於別人嘅選擇，亦係自由意志。我學習到尊重佢嘅選擇，亦唔會再說什麼啦，因為我明白到真正嘅不干預係乜嘢。經過我知道咁多嘅重複嘅事件嘅時候，同時我亦都知道我係愛佢嘅，佢係我家人嘅存在。無論佢做咗啲乜嘢，佢有幾唔鍾意我，唔緊要，呢啲都係佢對我最真實、最真誠嘅表現。我接受。我會一直咁祝福佢，因為我知道我一直存在，我其實都係被佢愛着㗎，佢只係以佢真正嘅想法同真正嘅自己回應我嘅啫，咁又有乜所謂呢？我感恩宇宙讓我明白呢一點，其實我哋一直都活喺恩典中。只係唔同嘅人總會有唔同嘅因緣際會，沒有意願，好好融入喺愛嘅能量之中，因為遇見，我得成長，非常之感恩。每一個靈魂所喜歡嘅學習方式都唔一樣，只要找到自己喜歡嘅方式就可以啦。只要你感覺呢個方式係舒服嘅，你可以融入其中，就係最好㗎喇。可以分享一個例子嘅，就好似念誦經文一樣，唔同人嘅發音、唔同嘅版本都係唔同㗎。咁我想問大家，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呢？只要專注融入其中，所有嘅發音都係真實不虛㗎。呢個就係我所表達嘅靈魂係唔受語言嘅限制。你找到自己嘅方法未啊？一定要持之以恆嘅方法先至係靈魂真正追求嘅方法。人類成日都會覺得自己有好多好多嘅機會，但係我想同大家講，你係咪真係有最好嘅機會呢？所以唔好話我冇時間去做某一件事，因為其實只係你個靈魂拒絕去做。如果呢一件事係你真正所需，你真正所想，其實你已經行動咗，你已經完成咗啦。如果你發現點解一直都會有呢個阻力咁存在呢？其實你就真係要睇下自己嗰個習性喺邊一度。其實冇話對同錯，好好咁接受自己，調整自己。
慢慢係真正所想去做調整，咁其實我哋就會慢慢係定位，咁就會慢慢咁樣揾返真正光嘅道路咯。我祝福大家。呢一個分享，我只希望大家知道，過去發生並不重要，重要嘅係你睇見自己嘅因嗎？你看見了自己嘅執着嗎？你看見呢一啲跟着你一世又一世念念不忘嘅執念嗎？其實只是慣性，只是幻想。只要你明白一切發生都係對我最好，都係告訴我放下並原諒自己，我哋活得自由，真正嘅自由。祝福每一個靈魂都可以活得自由，回到大一裏。當真正進入身心靈旅程之後，我每日都充滿咗感恩同埋平安。我揾返真正嘅內我，真正嘅身份，同埋更多嘅自己，我變得越嚟越自由啦。我找到了我一直追求嘅自由，原來就係我靈魂嘅自由啦。我真係好感恩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非常之感謝你哋聆聽我哋嘅影片，非常之感謝，感恩。Inaklash Anakin，Thank you and love you。